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说今年开始我使用了一段时间的防晒产品。Biolay 今年2月份发售的水感防晒Aquarich SPF 50+PA 4个加号，每年碧柔在出新的防晒的时候呢，都会有新的理念跟质感的提升，加上大容量，价格便宜，也是日本民众很常见的选择。70毫升的容量，售价1078日币，颜值很高，非常具备设计感。最早它是在松本清独家发售的，目前呢升级到第2代，几乎所有的日本药妆店都可以买到了。酒精排在成分表的第2位，使用之前呢需要摇一摇，将粉末混合，挤出来是这种流动的凝乳状，推开会看见很多的粉末，但是非常的细，一抹化水很容易就延展开，不会有任何泛白的现象。这是一边涂抹的状态，可以从对比看出几乎没有任何修饰皮肤的效果。即便质地清爽，它也是有膜感的，只是说相对于日系防晒的代表安耐晒而言，它的膜感不是那么的强烈。我有混干皮的朋友完全不喜欢这种摇摇乐式防晒带来的膜感，所以相对而言，这种软管纯乳液状的防晒呢，更加适合混合偏干的皮肤。Biolay的这款防晒一样通过了80分钟防水测试，皂基洁面可卸。它的香味呢是很淡的复合水果香，谈不上高级，但也不会让你发腻。这样一款清爽不泛白又可以随意涂抹的防晒产品，真的非常适合疫情下宅在家里随意涂抹。如果你不是酒精恐慌者，又很在意防晒的黏腻度，当然可以买来试一下。不过对于油皮来说，它没有控油的能力，所以最好后续叠加蜜粉。今年比较瞩目的日系防晒一定会提到安耐晒，因为资生堂又率先将它的紫外线转变成美肌光的这个技术率先用在 Anessa 的新品 Day Serum 上面。当然它的价格也直逼百货店品牌，30毫升售价3850日币，瓶身上有日中用乳液以及化妆下地的字样，所以它完全可以代替白天用的乳液，并且具备妆前乳的效果。使用之前需要这样来摇晃5下，挤出来是这种粉白色的乳液质地，刚上脸的时候其实泛白还是蛮明显的，比较推荐皮肤偏白皙的人来使用，不然会有突兀的面具感。它的使用量也在背后的这个圆圈中有标注，最好不要超过它的使用量，不然的话有可能会在鼻翼处会有一些卡粉的现象。整体来说，它的这个粉呢，比传统的小金瓶要稍微粗糙一点。过了一会儿，这个泛白呢就会和肤色融合在一起，当然还是会有明显的修饰感，很像日杂模特的光磁肌。像我的话是手比脸白，所以说如果肤色比较白皙的人上脸，其实它是融合的会更好一点。总听到身边有人说安耐晒太油，但是作为老油皮的我来说，我真的觉得它非常适合油皮，超强防护力且具备一定的控油力，加上它的氧化锌又可以修饰皮肤，真的是外出游玩必备。一定要记得使用之前去摇晃它，将粉体混合之后再去使用，当它成膜之后呢，是具备一定的控油力的。相比去年的小金瓶，今年的这个新品 Day Serum 的膜感呢会更弱一点，而且它的香味呢是清新花香，个人觉得是 Anessa 的产品里面调香做的最好的一支。如果你以前就喜欢安耐晒，那么新品完全可以闭眼入。这种将紫外线转变成美肌光的能力是资生堂从400多种原料中找出，可以将紫外线转变成有益光能的2种成分，博纳特螺旋藻和荧光氧化锌。前者作为一种蓝藻提取物，可以将紫外线转化为一种长光波的美肤光，活化纤维芽细胞，促进胶原蛋白跟透明质酸的生成。荧光氧化锌发出的光波呢，与前者相比光波较短，可以对表皮产生影响，恢复表皮细胞的活性，有助于皮肤屏障功能的恢复。紫外线会造成炎症因子的释放，让肌肤呈现泛红的状态，而且反复炎症呢也会造成肌肤的老化问题。以上的2个原料相结合，可以抑制炎症，并且缓解皮肤泛红的现象。虽然以上研究所呈现出来的数据很漂亮，但是这种反射出来的美肌光真的能够达到医美光子照射的美肌效果吗？答案肯定是不能的。但原本就很完美的安耐晒防晒体系，有了这种技术，更多的是防晒力的加持。Day Serum 的广告拍的科技感十足，很难不被这种美容光的理念所吸引。紫外線がエッセンスに当たると光の波長に変化が起こり、ダメージ因子にアプローチする美肌光になるのです。本身作为安耐晒的爱用者，
又换了这么漂亮的包装，加持了美丽的新技术，自然很让人心动。除了 Anessa 的这款，其实刚刚发售的艳阳下粉瓶，作为资生堂百货店的重要防晒，也搭载了美极光技术。艳阳下同时还可以阻止空气中的粉尘粒子附着。Anessa 的这款小白瓶还具备耐摩擦的能力，所以在闷热的口罩下面是可以防止脱妆的。今年1月份，哈库发售了它的这款药用日中美白美容液，延续了哈库美白精华的路子，一样采用了4-MSK 加氨甲环酸的美白成分。保湿修护方面用到了伊克多因、日本秦椒提取物以及甘油。作为一款日中防护的产品，它的配方也是比较华丽的，类似于 CPP 的场馆隔离。这款防护产品呢，同样具备底妆的效果，是可以明显提升肌肤的亮度跟白度的防护产品。它的使用量在背后有标注，大概是1日元大小的量。洗出来是这种粉白的乳液质地，但明显比安耐晒要更厚，而且粉体也更重。上脸通透白皙，修饰感明显，一样只适合肤色偏白皙的人使用。过白的话也可以调整它的使用量，考虑到 UV 防护力必须足量涂抹，所以我认为哈库的这款产品更加适合作为妆前乳来使用。我第一次使用它的时候，发现它的持妆力很好，和朋友吃川菜吃到满脸油光也没有暗沉。当然它的缺点也很明显，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过白，以及上脸可能会有一些局部干燥起皮的现象。我会加一点 The Ordinary 的白藜芦醇阿魏酸精华，不要多，1-2滴全脸即可。多元醇的油感质地的中和可以缓解它的干燥问题。我今天脸上呢就是用的碧柔的防晒作为基础防晒，然后局部叠加了一点点哈库的这款产品，其实还是可以达到亮泽的底妆效果的。本身这款产品不错，但是它的定位很有问题，如果可以稍微改善一下质地，应该很完美。以上就是最近在用的防护产品，建议大家防晒打开呢要快速用完。看日本之前呢，其实买了不少防晒跟隔离的产品，等到下次开新品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呢，就请点赞并继续关注，感谢你的收看。